今天是9月2号了，也是这批瓜移栽的第8周后了。绝大部分的瓜从第7周开始就已经大批量的成熟，被我们采摘掉了。今天我打算过来把这些瓜全部给它摘掉。我为什么想把这批瓜全部都给它摘掉了呢？一是绝大部分都熟了，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大家看这些秧子很多都已经枯萎了。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每当我翻开一个瓜，大家仔细看一看，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南瓜虫，还有臭虫。看看这些白色的是比较年幼的虫子，这些已经是棕色的，是比较老的虫子。这些虫子呀，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危害也太大了。有机种植是很难彻底的清除掉的。与其让这些虫子把这些瓜慢慢的都给蚕食掉，还不如尽早的把它们摘下来。今年种瓜的季节就这样让它结束吧。这批瓜呢，虽然已经收获了不少，接下来还会收获一大批。不过也确实是算不上是很成功，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虫害的严重困扰的话，那接下来应该还有1个月左右的生长时间，还能够再收获1批到2批的瓜的。就这样结束了，多少还是有点惋惜的。我大概是分析了一下原因，这批瓜种植的时间还是太晚了，大概是在7月8号的时候移栽的。其实我这个区域最好的移栽时间是在7月初之前，也就是5月份和6月份。当时我在7月8号移栽的时候，这些苗的苗龄是有4周，虽然已经过了这个区域最佳的移栽时间，不过因为我给的底肥比较充足，照顾的也比较好，所以长得还是不错的。当时在移栽的时候是给了1把鸡粪肥，还有1把低氮高磷钾的有机复合肥。3周之后呢，也就是7月29号，大部分的植株都做出小瓜了，有些瓜都已经膨大了，而且膨大的不错。这个时候我给它进行了整枝和追肥。追肥就是用了344的有机复合肥，整枝呢当时是打算全部用3蔓整枝，结果最后因为时间的原因，一半用了3蔓整枝，另外一半就是放养了。最后发现其实结果是差不多的，3蔓整枝要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，瓜成熟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，后劲儿也足一些。这批瓜里边呢，最早成熟的有这种椭圆形的早春红玉，还有这种圆圆的糖丸，这些都是特别小型的瓜，皮儿很薄。那2种小型瓜成熟之后，接着就是后边个头稍微大一点的那4种瓜开始成熟了，像这种田王1号，还有这种8424，然后是冰糖麒麟，还有那种16度麒麟瓜。像冰糖麒麟和16度麒麟瓜呢，虽然有些个头也比较大，但是整体上呢，要比田王1号还有8424还是要稍微小一些的。这些瓜呢，移栽晚了之后，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进入7、8月份了，雨水太多。8月份在果实的膨大期，太多的水就容易裂瓜，对甜度多少也是有些影响的。特别像是糖丸和早春红玉这种皮儿比较薄的瓜，雨水一多，很容易就裂开了。所以吸取今年这批瓜的经验教训，明年在种植的时候，我还是老实的，从5月中上旬开始到6月下旬，在这个时间段移栽瓜苗。这样不管是从气候、雨水还是病虫害防治各个方面，都要比7月初再移栽要好上很多。所以说，根据当地的种植条件，因地制宜，选择最合适的种植时间，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。选择合适的种植时机，再结合适当的种植方法，才能做到事半功倍。否则，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，虽然可能也能种成功，但往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。我这批瓜呢，整体的生长速度还是挺快的。8月19号移栽约6周后，也就是整枝追肥的3周以后，个别的瓜就开始成熟了，比如像早春红玉和糖丸。最早摘下的瓜呢，整体质量和甜度都还是不错的。越到后来，随着雨水的增多和虫害的影响，它的甜度和品质还是逐步的有所下降的。刚才提到了8月26号，也就是移栽后的7周后，大批量的瓜就开始成熟了。到我现在准备把所有成熟的瓜都给它摘下去，也不过就是短短的8周时间。
车也装不下了，这个被磕坏了。摘了2车了，还是没有摘完。有些瓜在瓜蔓上面长得还是挺好的，但是没有熟。再让它长几天，剩下的再给它摘下来吧。哎呀，终于能坐下来歇息一会儿了，真是太累了。看看这瓜怎么样？哦，还不错。